天塌了，家人们，这个领結婚證長期留在中國這個計劃是行不通了。我這個年紀不夠，只有19歲，19周歲，要等到2026年的11月13號之後，他才滿20周。那要想在中國留下來呢，只剩下一條路了，是可行的。是什麼商務簽呢？那個只能待1個月，沒有用。還有粉絲給我出主意說，先把他肚子弄大吧。什麼以什麼懷孕的什麼停留簽證，那也來不及啊，那就剩下幾天，那也來不及啊，那也不可能把肚子搞成幾個月，那也沒那麼誇張。不行啊，行不通，現在只有一條路可以行得通，就是申請這個學簽，你知道吧？結婚啊，不，申請這個學簽，以留學生的身份留在這裡。昨天我一出那個政務中心啊，我就立馬打電話問了這個中介啊，那這個中介的話，中國大使館申請，那發簽證也是中國大使館簽證發給他，他必須回國去領了。大使館的簽證中心，對，就是你可以現在辦理。意思說他必須要回國申請啊，他在這裡還不能申請，他必須要回到他們本國啊，因為這個簽證必須是到他們國家駐印這個大使館。領事館給他發這個學習簽證，他憑這個簽證可以來中國的，要先在他們國家申請，這並不是說在國內在中國申請啊，也就是說他還是必須要回去一趟，你知道吧？你這必須要回去啊，回去一趟我也問了，他說10天左右吧，10天左右能申請下來，沒有什麼問題的話，應該都能申請下來，也就是說你還是要走的，還有4天，還有3天還是4天呢？看你的簽證，是吧？那這個就要準備學習的材料了，但是這個都要等到他回國之後了。我操，這個我都有點難以接受誒，我腦子裡已經在盤算，領了證該怎麼，先幹嘛再幹嘛。我操，這要走了，我操，我心裡有點接受不了誒。我不想走了。我也不想你走，這怎麼辦？這只有這一條路可行。商務簽證沒有用，那個也只能待1個月。我們一起去我的國家。一起去你那裡？一起去你那裡的話，我在中國要過春節了，我不想走，我想在中國過春節。你回去的話，申請這個學習簽證，你家裡應該也好交代。因為我昨天帶他去領那個證的話，我說你要不要打個電話給你爸爸媽媽說一下？他說不說，我們先把證領了再說吧。他堅持不打，但是我又不想他離開，所以就默認了他這種行為，想他先領個證嘛。領個證，到時候再跟他爸爸媽媽講。現在證領不了了，申請學習簽吧，回去吧。這樣的話，你家裡人應該沒有問題的，讓你來學習。好吧，準備一下，收拾一下。好的，那今天的視頻就錄到這裡了啊。家人們出大事了！旁邊這個外國女孩呢，她叫秋莎，今年20歲，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她說要嫁給我，要做我老婆。我沒有第一時間答應她啊，因為她年紀還小，20歲。他很衝動，你知道嗎？但咱們不能跟着他一起衝動，是吧？我說我們得冷靜考慮這幾天呢，我也帶着他到處吃喝玩樂溜達了一圈，相處下來呢還是挺融洽的啊。但是現在有一個棘手的事情啊，就是他的簽證呢還有3天到期了，3天之後他必須離開中國了。那麼這幾天相處下來，說實話啊，我也不想讓他離開呀，我還想再陪他一段時間，再給他處一處。他也不想離開，是吧？你想離開嗎？不想，所以我把他帶到了這個出入境這個地方，看看還能申請延期多久啊？我不想離開你。不想離開是吧？你。我也不想你離開，說實話啊。真的嗎？真的，這還能開玩笑？因為你喜歡我。喜歡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說因為這個喜歡立馬就結婚的話，我覺得太草率了啊。太草率了，太兒戲了。結婚是婚姻大事啊。沒關係是吧？我們結婚，但是就是怕以後這個變化太大了。我覺得可能是我自己覺得我有點自卑啊。我覺得我把控不了他，你知道嗎？我的顧慮比較多是吧？走吧。好吧，那我們先走吧，後面的事再說吧。走吧，先把眼前的事處理好吧。我現在已經躲到這個機場來了。發生了什麼事呢？我跟大家說一下啊。昨天是秋莎弟弟的生日，
他帶着禮物自己去了，本來我也想去的，但是秋莎說他家裡的親戚很多啊，直接去的話太突然了。我想想也是啊，有點冒險。剛好他去了，趁着生日这個喜慶的日子提一下我們的事，可能會好很多。所以昨天我開直播的時候，秋莎是不在我身邊的。那麼直播期間呢，我也給他發了消息，問他什麼時候結束。他拍了個照片給我，說這個蛋糕還沒吃，讓我再等等。那麼等到凌晨1點的時候，他突然給我發消息了，說分手，說不要再聯繫了，從現在起再也不會跟我見面了，你就是死了我也不在乎。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當時是很震驚的，但是轉念一想就不對啊，這肯定不是秋莎的本意的，我估計應該是他父母讓他這麼說的。他在發這個生日蛋糕照片之前的語氣呢，完全不一樣。3-4個小時之前他還在打字說我想你了，你在哪？我很忙，忙着準備這個生日食材啊，突然畫風變成這樣，我是不相信秋莎會對我說這種話的，所以我當时立馬就打電話給他，但是打不進去啊，關機狀態，微信也把我拉黑了，我只能等他打電話給我。到了凌晨2點的時候，他用別人的手機給我打了個電話，說話很急啊，讓我千萬別回出租屋，讓我趕緊躲起來，說他爸爸正在安排人找我，要把我送進監獄。說完這幾句話就掛了，我還沒來得及問他怎麼回事呢。掛斷電話之後呢，我想了想，我大概明白怎麼回事了，連忙跑回出租屋收拾行李跑出來了。那麼今天一天呢，秋莎都沒有跟我聯繫啊，我也不敢主動去聯繫他，我不知道他明天會不會聯繫我。我現在已經在機場了，馬上要登機了。家人們，我已經連夜已經跑到這個迪拜啊，我現在是在迪拜，這個是我昨天晚上住的這個酒店，35塊錢一個床位。那很多人留言說你為什麼不往中國跑呢？我為什麼不往中國跑啊？因為我還心存幻想。我在買票離開的時候呢，我特地查了一下，迪拜的簽證不單是我們中國人好簽，落地免簽，對於他也是很好簽申請的。我在這裡等他，我是想着家人們，出大事了，秋莎的爸爸到處在抓我，我現在已經躲到這個機場來了。發生了什麼事呢？我跟大家說一下啊。昨天不是秋莎弟弟的生日嗎？他帶着禮物自己去了，本來我也想去的，但是秋莎說他家裡很多親戚都在，直接去的話太突然了。我想想也是啊，有點冒險。剛好他去了，趁着生日這個喜慶的日子呢，跟他家人提一下這個事情啊，可能會好很多。所以昨天我在開直播的時候，秋莎是不在我旁邊的。那麼直播期間呢，我也給他發消息了，問他什麼時候結束。他拍了一個蛋糕的照片給我，說還沒吃蛋糕，讓我再等等。等到凌晨1點的時候，他突然給我發消息說分手，說不要再聯繫了，從現在起再也不會跟我見面了，你就是死了我也不在乎。看到這個消息，我當時是很震驚的，但是我轉念一想，不對，這不是秋莎的本意啊，我估計應該是他父母讓他這麼說的跟這個發生日蛋糕之前的語氣完全是不一樣的。3-4個小時之前他還在打字說我想你了，你在哪啊？我很忙，在忙着準備這個生日食材我是不相信秋莎會對我說這種話的，所以我立馬就打電話給他，但是打不進去啊，關機狀態，微信也把我拉黑了，我只能等他打電話聯繫我了。那麼到了凌晨2點的時候，他用了別人的手機給我打了個電話說話很急啊，他讓我千萬別回出租屋，讓我趕緊躲起來，說他爸爸正在安排人找我，說要把我送進監獄。說完這幾句話他就掛了，我都還沒來得及問他怎麼回事啊。掛完電話之後呢，我大概就明白了怎麼回事了，所以我就連忙跑回出租屋收拾行李跑出来了。那麼今天一天呢，那個秋莎都没有聯繫我，我給他發消息的話也是拉黑狀態的，電話也是打不進去的。我不知道他明天會不會聯繫我啊。現在我馬上要登機了。家人們，壞消息來了啊！秋莎的中國簽證呢，直接可能要拖到2月底才能出結果啊。前天我陪他去這個留學中介問了一下，這麼久為什麼沒消息啊？給出的答覆是國內的大學全部放寒假了，再加上春節假期要到了啊，這個審核直接就按下了暫停鍵了。那麼當天我就直接租了個房子，準備陪着他等這個簽證結果。那麼現在我有一個難題啊，就是我糾結了好多天，
接下來陪他等這個簽證有1-2個月的空檔期嘛，那我要不要去見一下他的爸爸媽媽呢？是吧？我比他媽媽只小2歲，其實我是不敢面對的，心虛，你知道嗎？我要是有錢的話，我肯定是自信滿滿的。可是我呢，又老又窮，貴的東西我又買不起。那一想到我帶點便宜貨登門，可能會被他的家人給轟出來，你知道吧？啊，我真的是沒底啊，沒自信，家人們。那麼更讓我擔心的是什麼呢？我要是登門的話，這個身份就暴露了，你知道嗎？他爸媽肯定會把秋莎嚴加看管，不讓他出來了，你知道吧？那我去還是不去呢？啊，糾結了好多天。還有啊，就是簽證萬一被拒了怎麼辦？或者說他爸爸媽媽堅決反對我們在一起怎麼辦？我必須把這個最壞的結果呀，我都得想到，你知道吧？簽證沒過，他爸媽點頭還好，那我就留在這裡陪他1年。那萬一不同意呢？那我留在這裡又算什麼呢？啊，秋莎倒是乾脆啊，他說不管簽證過沒過，啊，爸媽不同意那就私奔吧。啊，我才知道他爸爸媽媽當年其實也是私奔的，生了他姐姐之後才慢慢的被家裡接納的。那現在的關鍵是要摸清楚他爸媽的態度啊！我準備讓秋莎回去探個口風吧。如果態度沒問題的話，我就登門拜訪一下，是吧？要是態度不行，那我就得藏好了。他爸爸可是警察，你知道嗎？想要找到我的話，那不是分分鐘的事情。那麼等秋莎有了消息之後呢，我再更新個視頻吧。啊。因為你瘋狂會有滄桑，所以我看着真實的模樣。因為愛情在那個地方，依然還有人在那裡遊蕩，人來人往。家人們，我大概是瘋了，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啊！今年37歲，農村人，沒有穩定的工作，像我這樣的條件呢，還想着跨國戀。琢磨着出國去找秋莎，距離秋莎離開中國已經10天了。這10天對於我來講啊，比2個月都要漫長啊！每天都魂不守舍，吃飯不香，覺也睡不好，天天對着手機屏幕翻看我們倆之前在中國拍的照片，滿腦子都是他笑起來的樣子，還有他臨走的時候紅着眼眶對我說：“等我回來。”我實在是熬不住了啊！我給他發消息說我想飛過去找他，他說別來，別浪費錢。說我正在申請中國的留學簽證，很快就能回去找你了。啊，他說我現在飛過去，萬一他的簽證又下來了，到時候2個人在一起飛回中國，那就太浪費機票錢了。我知道他是捨不得我多花錢，而且我也偷偷的查了一下這個機票來回，確實不便宜啊。可是我真的等不及了，10天，這個簽證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害怕再這麼等下去，啊，這點好不容易捂熱的感情就要被這個距離、時間給冲淡了。他當初不顧一切來中國找我，我就不能衝動一下去找他嗎？啊，之前好不容易下定決心了，要給他好好的走下去，都跑到民政局門口準備領結婚證了，啊，才發現他還沒有滿20周，根本領不了證了。我着急領證是想着讓他長期留在中國，沒有合法身份的話，簽證一到期他必須得離開。那麼想來想去，唯一的辦法就是申請中國的留學簽證，才可以長期留下來。可是現在這個簽證呢，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心裡的石頭是一天比一天沉。我盤算着這2天飛過去找他，有2方面的考慮。第一呢，如果他的簽證通過，那我就陪着他一起飛回中國，趁着這個機會呢，剛好正式的見見他的父母，把我們2人的事情挑明。其實這個事我一直是瞞着他的父母的，就連之前偷偷的去民政局門口，我都沒有透露一點風聲。我太清楚自己的自身条件了，農村人。工作不穩定，年齡還大這麼多，我自己都覺得我配不上他，哪裡敢跟他的父母坦白呢？啊，我本來想着偷偷領了證，再給他父母去說這個事的。啊，第二呢，如果他的簽證沒有通過，那來不了中國的話，我乾脆就留在他的國家，等上1年，等他滿20周歲。我真的不敢想啊，如果我不去找他，他又不來找我，那我們倆肯定是沒有結果的。啊，當然我也害怕他父母不同意拒絕。最後呢，我灰頭土臉的離開，那真到了那一步，我還真不知道怎麼辦了。家人們，你們支持我這2天飛過去找他嗎？雨綿綿幾里，多
少故事在心裡，五月烟雨濛濛上揚州，百年前風水雲動天不動，水推船移岸不移，刀切莲。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双流机场，它马上要飞走了，还有30分鐘的空閒時間，我們坐在這裡聊會兒天。現在只有我在中國等他了，他回國申請這個留學簽，在中國這裡是不能申請的，已經多方打聽了，證實了，必須回到本國啊，由我們中國的這個使領館發這個簽證，但是必須要在他們的國家拿到那個簽證才能過得來啊，學簽的話是1年1簽嘛。他說10天能搞定所有的手續，但我覺得10天應該沒那麼快的效率啊，我感覺可能半個月，搞不好1個月都要的，要1個月的吧？確定？啊，說實話，他現在要走，我心裡還是有點不捨得的。啊，1個月你確定能來？要1個月？不要？哦，你別讓我等太久啊，好吧？等久了怎麼辦？要是1個月你沒來怎麼辦？1個月你沒來我過去。1個月你沒來，中國都快過年了。1個月啊，除非說我不在中國過年了，直接去你那裡。兩手準備啊，就是他先申請學簽，看看能不能拿到，能拿到就更好了。啊，學費的話是3萬塊錢1年，不能來的話，那要不想斷掉的話，那就只有我去到他們那個國家了，那樣的話我年都過不成了，我還得跑到你們那邊過年了。啊，春節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大節日，先看吧，先看他這個簽證申請的怎麼樣了吧。我操，你別哭誒 No， 這還沒走呢。沒有。你搞成這樣子，我這個心裡不好受啊。笑，笑，是吧？你不會不來了吧？來。你確定啊？我在中國等你啊。啊？學費我已經給他了，3萬塊錢學費。他到了中國之後，到時候租房子，其他的開銷到時候再說吧。啊，這個壓力會有點大啊。這個壓力會有點大，但是呢，我覺得是值得的，是吧？啊。好的，你年齡夠就立馬就領了，直接就領了。哎呀，不考慮那麼多了。其實我的顧慮要比你多了，你知道吧？你可能想的還是比較單純，比較簡單，沒那麼複雜。我想的其實是很多的，你知道嗎？聽眾都說我要把你供去上大學了，是吧？學費花了，還有其他的費用花了，最後肉包子打狗，說你會跟別人跑了，不會吧？咱們拭目以待啊！如果說學簽申請通過了，我讓他去上大學，會不會被別人給調走了？不會吧？哦，我這個也是在賭，我跟你講啊，是吧？也是在賭。那他們賭成功了，哎，白撿一個老婆；賭失敗了還好啊，幾萬塊錢我這個損失還能承受得起，幾十萬的話我也承受不起，而且我也拿不出來，是吧？ I love you， 我愛你，我愛你，對的。好的，有你這句話就行了啊，是吧？看着鏡頭，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me?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say Chinese, you can say English. Don't be sad. 我快點來。好。快回家你。好。啊，你是。你不見別人，你啊。啊，我不見別人，好的，可以。你等我。好的，我等你。1個月你不來，我直接就去你那裡了。你不見39歲女兒。39歲那個相親的我沒去啊，這不你在這，我一直都沒去。我祝你
見他，我知道。不會啊，我不去，我就當着這個視頻所有人的面，我不去。不去。如果你出我既然在你這裡確定了的話，我就不去了。雖然說那邊39歲的那個女孩子是先約的，2個月前就約了，人家一直在等我的答覆，等到現在了，一直吊在那裡，拖在那裡的。但是你這邊確定了，那邊我就推辭掉了，就跟他說抱歉，說拜拜。真的嗎？真的。好。等我好。等啊，我等你啊。來。我不想離開你很多久。不想離開我太久是吧？好的，那你快來了的話，剛好在中國過春節，是吧？去我家過春節，好吧？真的？可以啊，你來了就去我家過春節。開心，美滋滋，美滋滋啊！這戀愛的感覺這真好，我跟你講啊，想不到我這個歲數了還能談個戀愛啊！不想離開你。不想離開呀？別哭，哭啥？開開心心。你回家剛好見到你的爸爸媽媽了，你不想他們嗎？我想。他不想走，我也不想你走。要是有簽證留在這裡就好了，是吧？而且很多人也喜歡看我們倆在一起直播，看我們倆在一起拍視頻，是吧？好了，再聊會兒天，還有10分鐘吧。多幾點了？還有15分鐘的時間啊！15分鐘的時間我就不拍視頻了，我們倆聊會兒天啊！一直在盯着這個時間看啊，10點20了，還有10分鐘。水推船移岸不移，刀切蓮藕絲不斷，山高水遠情不離。到了這個安檢口了，安檢口之後我就不能進去了，你自己進去吧，就在這個地方啊。到裡面有什麼情況，你談我視頻，或者打我電話，好吧？啊，上了飛機的話，給我發個消息，拍個照，飛機起飛了，好吧？啊。不想去。今天是最後一天，你是卡着時間離開的，多1天都要罰款了，會影響到你下次來中國的，會影響到你下次來中國，你知道吧？如果你老是逾期，老是那個，你自己進去啊，快點來，好吧？不要讓我等太久啊。拜拜。你不要哭了，抱一下，抱一下。抱抱抱抱啊。你快點來啊，我等你啊。多久能搞定啊？你確定嗎？這個簽證？Student visa, how much time you need? Fast. 你快點。不要讓我等太久了，好吧？我都習慣你了，這幾天，天天在我身邊嘰嘰喳喳的，吵死人。是吧？別哭了，又不是不見面了，最多1個月吧，哦，對了，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那個叫什麼？我剛好還有那個錢，還有7萬塊，你拿着吧，拿着，這個你省得到了那裡再換錢了。那個微信上的錢你就別動了，那個學費你就別動它，好吧？你辦簽證的時候你再用，這個你就拿去零花吧，到那邊，剛好我身上還有一點。水雲東天不
動，水推船移岸不移。刀切蓮藕絲不斷，山高水遠情不離。雨綿綿記憶。天塌了，家人們，這個領結婚證長期留在中國這個計劃是行不通了。他這個年紀不夠，只有19歲，19周歲，要等到2026年的11月13號之後，他才滿20周。那要想在中國留下來呢，只剩下一條路了，是可行的。是什麼商務簽呢？那個只能待1個月，沒有用。還有粉絲給我出主意說，先把他肚子弄大吧，什麼以什麼懷孕的什麼停留簽證，那也來不及啊，那就剩下幾天，那也來不及啊，那也不可能把肚子搞成幾個月，那也沒那麼誇張了。不行啊，行不通。現在只有一條路可以行得通，就是申請這個學簽，你知道吧？結婚啊，不，申請這個學簽，以留學生的身份留在這裡。昨天我一出那個政務中心啊，我就立馬打電話問了這個中介啊。那這個中介的話，中國大使館申請，那發簽證也是中國大使館簽證發給他，他必須回國去領了。大使館的簽證中心，對，就是你可以現在辦理。意思說他必須要回國申請啊，他在這裡還不能申請，他必須要回到他們本國因為這個簽證必須是到他們國家駐印這個大使館、領事館給他發這個學習簽證，他憑這個簽證可以來中國的，要先在他們國家申請，這並不是說在國內在中國申請啊，也就是說他還是必須要回去一趟，你知道吧？你這必須要回去啊，回去一趟我也問了，他說10天左右吧，10天左右能申請下來。沒有什麼問題的話，應該都能申請下來。也就是說，你還是要走的。還有4天，還有3天還是4天呢？看你的簽證，是吧？那這個就要準備學習的材料了，但是這個都要等到他回國之後了。我操，這個我都有點難以接受哎！我腦子裡已經在盤算，領了證該怎麼，先幹嘛再幹嘛。我操，這要走了，我操，我心裡有點接受不了哎。我不想走了。我也不想你走。這怎麼辦？这只有這條路可行。商務簽證沒有用，那個也只能待1個月。我們一起去我的國家。一起去你那裡？一起去你那裡的話，我在中國要過春節了，我不想走，我想在中國過春節。你回去的話，申請這個學習簽證，你家裡應該也好交代。因為我昨天帶他去領那個證的話，我說你要不要打個電話給你爸爸媽媽說一下？他說不說，我們先把證領了再說吧。他堅持不打，但是我又不想他離開，所以就默認了他這種行為，想他先領個證嘛，領個證到時候再跟他爸爸媽媽講。現在證領不了了，申請學習簽吧，回去吧。這樣的話，你家裡人應該沒有問題的，讓你來學習。好吧，準備一下，收拾一下。好的，那今天的視頻就錄到這裡了啊。好啊，天塌了，家人們，領不了結婚證，政務中心婚姻登記處啊。我們現在來問一下，到底需要哪些材料領這個結婚證？這很多粉絲、很多家人說，他說只要雙方給個單身證明就好了。我覺得跟外國人領結婚證應該沒這麼簡單吧？不放心啊，不放心。所以我還是來這個政務中心婚姻登記處，我來問一下，到底需要哪些材料啊？來，進去了哈。我不知道一會兒能不能拍視頻啊？我現在進來了，我剛剛問了前台没拍視頻，他說在4樓 C 區，這個婚姻登記啊，非常氣派的辦公大樓啊。4樓，這是2樓，上4樓。你有點緊張嗎？你在抖嗎？你 nervous？ 他有點緊張，他有點抖啊，他的手，我發現。你第一次結婚是不是都有點慌張啊？第一次領結婚證。走上去看看怎麼個事兒，跟外國人結婚麻不麻煩啊？到了這個4樓了啊，4樓 C 區，就這個地方了。
这个就是婚姻登记處啊。你看领結婚證。不是這個地方是領證的，但是他要讓我打電話，打個電話，我們出去打吧。這個吵到別人了。這個我得打電話問一下。等一下，在忙。我這個電話占線啊，打不進去。打不進去的話，我們就坐這裡等一會兒吧，反正這會兒也沒啥事。你坐吧。我想問一下，就是那個他是外國人吶，他需要一些什麼材料嗎？他那邊是他的護照、簽證，然後單身證明，單身證明需要經過中國使領館去認證或者直接出具，不是中文的情況下，找一家中國的翻譯公司翻譯成中文，然後提供翻譯公司的營業執照蓋憲章。等一下，他這個單身證明在中國就可以開，他不需要回國吧？中國的使領館願不願意給他開？如果可以開，就不需要回國呀。有領館呢，應該是可以開的。單身證明、護照，對，簽證，他現在是旅遊簽。他現在是那個，不對，他現在是那個臨時簽，叫 temporary visa。臨時簽就是臨時停留的簽證，叫 T visa。是停留簽嘛哈？對，停留簽。可以啊，在有效期內是可以使用的。停留簽，護照、單身證明、簽證，還有什麼？對，這三樣東西有了就可以了，是吧？對。還有就是因為我仔細看了一下，他這個對年齡有要求限制嘛？他是2006年出生的，應該是20歲了吧？2006年他11月13號出生的，我看了他護照，2006年還沒到呀。11月13號，也領不了了。那領不了的。我以為虛歲可以領啊，他現在虛歲是20。你要按他的那個，就是準確的到那個時間才可以。如果這麼算的話，那不要等到2026年的11月13號之後才可以領了。對，當天也可以，但是當天也可以，但是你必須要等它滿了才行。然後那個單身證明你就不要急着開哈，因為單身證明是最多有，這單身證明上面如果沒有寫有效期的話，最多是有6個月的有效期，你就先不要開。好的吧，那麻煩你了啊。好。好。再見啊。好。領不了，年齡不夠。I'm 20. 你用嘴巴說20有個屁用啊？他是看你護照的呀。2006 把你的護照，你護照照片這裡面有嗎？打開我看一下。我記得那個11月13號是吧？你的護照，你把你的出生。卡得這麼死啊？外國人也卡得這麼死嗎？11月2006年11月13號，我操！那你現在是19周歲呀？Really？ 對呀。But every year I'm 19. 你天天說20，我以為你真的20了。When I'll be 20 next year? 2026年了，那要。你下一年。Next year? 還有11個月15天，12個月，你就理解為12個月吧。還有，那還早着呢。我操，那領不了證了。不是，那你的簽證都快到期了，你要走了。我靠，這不天塌了嗎？家人們，這不天塌了嗎？我們還到處旅遊，到處玩，你知道吧？就現在這個臨時簽證也快到期了，續簽的簽證，證也領不了了，那怎麼辦？不行。我不可以。你們那邊可以，但是這中國好像我剛打電話都問了，你也聽到了。我靠，這個他媽的！這是什麼？這不得走了嗎你？不是，我操，這天塌了，趕緊想辦法，走，趕快出去，先想辦法吧。不是，你要不了幾天你要走了，還有5天6天你要走了，如果沒有這個證件的話，先下樓，趕緊想辦法，趕緊想辦法。走啊！天塌了，家人們，領不了結婚證，
我们倆已經來這個政務中心婚姻登記處問了一下，這個涉外婚姻需要3個材料，這3個材料都很好弄啊。第一就是單身證明，他不用回國，在這裡就可以開，找他們的那個領事館開，是大使館還是領事館啊？第二呢就是護照，這個他有的。第三呢就是簽證，簽證我也問了，他現在是停留簽證，臨時的，叫什麼 temporary visa， 可以在這裡停留，有這3個東西都有。但是啊，這個年齡卡得很死啊，我一直以為他20歲，你知道嗎？一看那個護照，2006年11月13號出生的，滿打滿算你沒有到20周歲，只有19周歲，要等到2026年的11月13號，你才是正式滿20周歲才能領證啊！他一直在那吵着說我20，我說這個你們那邊可能無所謂，但是我們中國是這個對年齡要求很嚴的，必須得滿20。沒關係，沒有結婚證，領不了結婚證，你停留不了，你在這裡。現在怎麼辦？不是你沒有結婚證，你沒有合法身份，停留在這裡，現在怎麼辦？你還有幾天就要走了，如果你沒有證的話，你過個5天6天你要走了，那個臨時簽證又要到期了，天塌了，怎麼辦呢？家人們，好消息啊！秋莎的這個簽證呢延期成功啊，他可以在中國繼續停留15天。15天的話，這個時間就非常寬裕了。所以我在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呢，我就立馬帶着他來到武漢啊，準備在這裡玩2天了。帶他看一看這個長江啊，看看這個船，他很想看船，你知道吧？那麼15天之後呢，他還是要走的啊，他還是要回去的，因為他不能長期在中國待。前面也提到了，他能在這個地方長期停留只有2種方式，就是結婚，憑配偶的身份可以在這裡停留5年。那麼第二呢，就是我供他上大學，以學生的身份留在這裡，1年的學費呢是3萬塊錢啊。但是也有家人啊建議我，他說如果你的條件允許的話，你可以先結婚再去供他上大學。但是我覺得這個對於我來講壓力有點大，你知道吧？不只是單單說3萬塊錢的學費啊，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看不見的消費的。你這要一細算的話，很嚇人的，1年下來、幾年下來都很嚇人。所以說，如果說領了結婚證，我覺得就不上大學了吧？上大學吧，行啊，不上，那我們就直接領個證，要不？因為我們倆現在在考慮這個事情啊，就是領個結婚證，然後長期停留在中國啊。那麼順便呢，我也想問一下，這個不知道有沒有娶過外國老婆的人，這個領結婚證需要一些什麼手續啊？大家知道的可以評論區打出來啊。15天的時間是非常寬裕的，我覺得我們再玩個3天在這裡，好吧？3天，2天還是3天？3天吧。3天之後我們就回去準備材料，準備領結婚證。啊，好吧？可以是吧？好的，行。到領證的時候，到時候我再拍視頻吧。今天就先拍到這裡了。家人們，出大事了，秋莎她要走了。秋莎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說要做我老婆，要嫁給我。但是我猶豫了啊！我這一猶豫了，他這個簽證就要到期了，明天是最後一天，他要離開中國。那麼最近這段時間呢，陪他吃喝玩樂溜達了一圈，相處也非常融洽。打心裡我是不想他離開的，所以我在前天我就拉着他去那個出入境申請延期，看看還能再待多久。那麼申請延期的話，如果駁回的話，他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明天就得走了。如果申請延期成功的話，他最長還可以在中國待15天。那麼15天之後呢，他還是要走啊，又是這個問題了。那我不想他離開的話，我也多方打聽了解了一圈啊，有2個途徑可以讓他長期待在中國，家人們可以幫我一起參考一下。第一就是立馬結婚，領結婚證，憑結婚證、結婚簽可以在中國待5年。那麼第二呢，就是我供他上學，在中國留學，以學生的身份呢留在中國，1年的學費大概是3萬塊錢。目前是這2個方式，家人們，你們覺得是留學還是這個閃婚，哪個更靠譜一點？